哎，他们都带东西来了耶！是要送我们的吗？东北土特产，欢迎欢迎。这个是这里有臭大酱，有枣啥的。东北的土特产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啊，谢谢。一点小礼物不成是花敬意啊。生吗？是花生，这是红枣是不是？随便做吧。花生、哎，红枣，这个在东北啊也挺有讲究。如果结婚的时候啊，把它俩放在一起，这叫什么呢？叫早生贵子。你不会是希望我再生一个吧？那不是，就是早生贵子。你可以生，你可以生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哎呀，太客气了，还带礼物来。现在还有人祝你早生贵子了吗？那是一个诅咒。好，今天太难得，请到他们3位来，因为《乡村爱情》里面的故事，对于很多人来讲，可能就是像等于照你的年纪，就是陪伴你长大的一个戏了啊。所以3位老师在这个戏里面，你们每一位都演超过10年以上了。对。所以是变得越来越有感情，还是说觉得有一点演太多不想演了？没有什么不想演的，因为我们几个呀都觉得我们也挺骄傲，大家喜欢这部戏，同时也是喜欢我们了，所以说一部戏能有这么长时间，大家还这么喜欢，大家都不腻，我们3个有什么理由要腻呀？所以你们是这一部戏第1部的时候就立刻爆红吗？我们就上塘沽啊，那个洋货市场买那小物件啥的，走到哪儿围一堆人啊，这个乡爱情里，哎呀，这戏，我以前从来没遇过那种事情。所以那时候有觉得很得意吗？非常开心。当年很得意。很有那个荣誉感，那种特别美那个，哎呀，别人这么多人认识我。听说你们去买东西，店员都会忘记要卖东西给你们，就跟你们聊里头的事情，会一直聊天，就买不到你们要买的东西吗？啊，他买东西他不跟你聊卖货的事儿，专跟你聊戏。哎，你就这一拍没拍呢？啥时候上映啊？啥时候播呀？完了他不，我们要买东西，他不给你卖，不给你买啊3位出门的时候，人家叫你们是叫你们本来的名字，还是叫你们戏里面的那个人的名字？现在有很多都是把你姓给改了，哎，刘老师，直接叫戏中的名字。对。可是你们会不喜欢吗？还是希望我们称你们本名？现在也都习惯了，都可以。都可以了。你们那时候有练习签那种明星式的签名吗？也练过，要练吗？开始前没少练，感觉上人家外面来，人家有专门卖那个字的，签明星这个什么玩意儿，咔咔都给你写下来，几个版。对，然后回家没事就在那练，完等给人说签个字吧，这咔咔一签，哎呀，你这字写太好了，你这字啊！我心里话，我就这几个字写的还行。现在如果出门是永远都会被观众要求要拍照啊，要握手啊这些吗？哎，经常。那个是咋说呢？从哪？为什么一开口你们就笑了？我也想笑，就一直在忍着。咋说嘞？你怎么说呢？这歌10几年呢，就是我不是尼古拉斯你四哥嘛，对不对？是尼古拉斯是个。我现在得有10多年没上大众超市了。哦，10多年没上大众浴池洗过澡。因为啥？为啥不去呢？因为都认识。哎呀，这不我四哥来了吗？来，四哥，那个来照个相。就在大众浴池，我们啥也没穿就要照相，你说这样。这还有一个就是，有时候在我们东北啊，他也跟谁说话唠嗑啊，不，咱们谈不到说他有没有素质，就是农村人那种豪爽，他那个劲儿。有时候看着你了，哎呀，他照相时候吧，还不这么照呢，就这么的，咔，这么你就这么搂。完事你说有时候那时候吧，我这在楼下，在楼下啊，我在楼下。哎呀，疼啊，别整。就有时候这个大家现在看到我，现在这头发长出来了。原先这一拍戏的时候都得刮掉嘛。咱们有时候戴帽子也不好意思，他有时候咔给搂了照上去，完那人就感觉你把帽子摘下，咔就给你撇了。完有时候你本来戴个帽子瞅着挺好的，一摘一看完了。所以你们不能这样拒绝吗？就是说不好意思，帽子还给我。没有，
因为第一，咱们也都是东北人，咱们也是个农村出来的，我们了解咱们家的人什么心态，不是说没有素质，他就是这种生活习惯，就是特别热情，对，就是这个。所以尼可拉斯是戏里头用的名字。对，这个都是粉丝网友，那些可爱的网友给起的。我4、5个名呢，你看用哪个吧？什么？有尼古拉斯、赵四，亚洲气质舞王。有。还有呢？观众有时候管我叫谢广四儿。哎呀，这不是谢广四儿吗？就这样。所以现在买东西都用叫货的吗？送到家我都不能让他看住人，看住人他就知道是俺家啊。是。听说你们3位当中有一位拍戏的时候会把没有用完的饭菜拿回去重新煮一遍。有过，他好干的事儿。什么？啊啥呀？你拍戏啊？你别说他，我看着你，因为啥呢？我们拍戏的时候就是啊，我们俩住有时候挨着，我看门开，我一瞅，一看是他在屋整点小酒喝呢。完了，告诉来3哥，你过来。我说干啥？喝点吧。不是，就是我们几个往这一坐，就观众就知道这里谁是我。那你前面演什么演呢？可是为什么你只约那个唐老师，不约王老师一起？我们呢，经常也碰不上。平时的时候，我们很少在一起，因为我们刘老根大舞台8家剧场，每个剧场我们不可能在一个剧场演出。这个他在长春，他在沈阳，他在北京，总不在一个地方。有时候1年能见一面，除非排戏能见着。那这样隔了那么久再相见，有觉得很想要彼此拥抱对方吗？很长时间不见也挺想见面一次。他拥抱不行，我不行，我那什么，我洁癖。他们3位有一支舞蹈最近很红，就是很多明星都学着跳的。好像我们不会跳有点过时哎。对，那个舞蹈的影片，我们现在播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哇，好难跳。好难。好，我们今天很荣幸见到了舞蹈的原创者刘晓光老师。刘老师，你这支舞蹈的灵感是怎么来的？这是跳舞蹈啊，实际上就是不管什么曲儿吧，跳舞蹈就是一种投入。只要你一投入，观众瞅他就可笑，就认真到极致，就自个心里美。反正他是开心的，他不管你们哭或是乐。所以刚刚那支舞，你有办法跳第2次是长得一样的吗？那不行，那不一样啊。是 S， 我想要学刚刚那一支。我也想学。那我们得鼓掌了，你俩要学，我也得鼓掌。来吧。刘老师，你要带着我们跳啊！刘老师，你教我们跳啊！你陪跳一个，你姐同框跳一下。但是你这种，你太可爱了，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。我是跟您学习的。其实啊，这个是一种投入，还这曲儿吗？来，音乐来。你要看那个影片哈。首先不跳之前呢，你得琢磨这个曲儿，它为什么能抻那么长音儿？哎呀，一是哪疼？你刚刚是怎么回事？那个声音啊，那个是要吐痰吗？不是，他刚才不唱了吗？那海豚音不有个高音吗？是吧？哎，有一个。就是他呀，可能是踩哪了，或者踩钉子了。哎呀！所以你是有故事在里面的。对，你得有情节的，没有情节你也腾不出来。就踩钉子了，完了还拿着。哦，所以你的手就是很痛，还得挺了，这就叫气质。气质舞蹈就出来了，就是别人把我比方说刘能。我俩要真掐起来了，给我2嘴巴子。现在吗？不是，比方说，就是你夸给我2嘴巴子，当我一回头的时候，
就是让观众感觉好像我把你揍过枪似的，这样似的。可以，你可以，我可以表演这一段吗？啊，你不，你这你简单，对，简单，比那打两下。对，一。你再动一下，我看看。有没有你往前迈一步，我看看。你往前迈一步，我说你往前迈一步，你说我迈一步咋的呀？我迈一步，我再上一步能怎么的？这么的，他在这儿呢，所以你再往前上一步。你往前，我上一步怎么的？那我退一步。我再上一步你怎么的？我走行不？哦，原来是这样演呐。惯用技巧。所以要跳舞吗？跳吧，来吧。就跳刚才那一支，那个好。这是2019双人爵士舞啊。投入起。你看。疼呢。用力的。嘚瑟。你好像赢，你很投入。谢谢小光老师。怎么样？那个10秒钟很累哈。其实我右小腿已经抽筋了。你要跟他学，他没有抽筋啊。我们俩刚才一起跳，谁比较投入？你比较投入。真的吗？因为他被你逗笑了，他后来就没有继续投入了。我应该是跳最好的吧，模仿者里面。你应该是最棒的。小光老师，你刚才那支舞蹈，你有料到有这么多明星会学着你跳吗？没有。所以他们就是看到了影片就觉得好玩，就学着跳。对，不知道怎么火的这舞蹈。你没料到会这么火，是不是？而且他好像没有打算把它发展成一支固定的舞蹈，对，就是随性的这样跳了一次就算了，是吗？对。因为你在剧中是不是只要兴致一来，你就会跳个舞？也不是跳舞，也都是后期呢。后期我倒觉得也都是网友他们给做的。我跟刘能，我俩在戏中有一场戏就是打架的那场戏嘛。完了呢，打架吧，完了他们网友给做的这些可爱的网友，他们给做的就像跳舞蹈似的。就把它剪成了鬼畜的视频，然后很像两个人在就是斗舞。所以星辰看过那个舞蹈，全网的人都看过，而且全网的人也会模仿3位老师。那你会跳那个舞吗？我不会，因为我觉得那个舞是有灵魂的，我没有灵魂。所以剧中的人物是在打架。对。所以当时王小利老师也是参加那个打架，结果被他们剪成了舞蹈，是吗？我是最后那一脚决定乾坤的那个。对啊。他跳的再厉害，我给他铺垫的，他一脚就定位。这个吗？对。你去边儿！快拿！我告诉你，你现在你正好，我再来。打电话睁的这么严呢？你的动作真的是很像舞蹈啊！对，他是用那个京剧武生要拍打身体的那个段落，对不对？就全身上下。不，他吧，这是人物，他就打的，他是属于吓唬人，他没成想他这真踹一脚。所以像刚才你跟他打架的那一场戏，你要踹那一脚，你要先跟他，那个一定要找到点上。你要他没整完，你踹早了。他必须亮式完了，小下式全整完之后一脚，那个小包袱早一也不行，晚也不行，必须那个节骨眼，要那个点才好笑。对。所以他那个动作是先演给你看过，你知道他要演多之前也排过1、2次，就是现场我师傅给我们排讲，我们都知道现场平常在舞台有这个范儿，有这个想让嚓来一茬，完了还差不多腰脚那个节骨眼，那就是反正时间长磨合的，知道那玩意儿差不多了，一招。
所以你要踹之前，你会不会有一点压力，讲说这个时间点到底对不对？不，没有，那脚是真的踹了吗？真踹了。有使劲吗？没使劲，也得使劲，也得使劲。但是还是有分踹，这也有个踹吧，他也知道我要踹，完了他也有一个技术含量里头。如果你这么踹，肯定会要疼，就像打人似的，这么打会疼。但如果说你比方说这么的，看，这么推一下，这可能就不疼。你可以踹一下他吗？哇，你挺坏呀！没有啦，我想看而已。对，如果有一个像小 S 这样子没有演过这一类的表演方式加入你们，他要多快可以被训练？你不费吹灰之力就容易把我们干倒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可是我根本就没办法跟他演打巴掌之后往前跨那个戏啊。因为你所有的你的状态，你只要我想做这件事儿，你整个就能投入进去，你的状态全在那里头。所以说这东西只要有状态了，你就对了。跟我们这些人在一起玩，你状态对了，就能把我们撞懵了，就能。小 S 老师演戏特别开脸儿，就说你已经突破了那种抹不开呀，是进入不了，你一下就可以进入的。恭喜！有没有听到？我被演员夸奖哎！你要加入乡村爱情哎，合作，加入吧。期待。有可能让我加入乡村爱情吗？回去马上就能定。现场能不能定下来？愿意不？愿意。 OK 了。可是我会不会不够乡村呢？因为我很时尚哎。不是我们这戏啊，有一点这点好，你不是乡村的没有，你可以是城里来的呀，没有问题啊。这没事，这我背不住上城里能偶遇啥的，这都能不。你看，你看一有这事就得你偶遇，那就不能我偶遇啊。那你去，抢戏了啊！所以你们为这个戏的角色有特别设计一些小东西吗？像讲话的方式啊，结巴是设计出来。对，你看赵四有他的特点，广坤有他的特点，刘能特点就是一光头，小心眼儿，完了这个爱占便宜，这个说话结巴，啊，一定是要有特点的。所以结巴要怎么演比较真实？就是那个结巴的节奏。对，这为啥是戏本也提供说是个说话有口吃的人？给范伟老师他演的马大帅那个角色就是这种类型的嘛。后来我又练了很长时间，练有半个月。你可以示范一下吗？示范一下，刘能这个磕巴和范德彪磕巴，他两回事。范德磕巴上干啥呢？东北大哥怎么就贼狠那种，有点像社会人那种。刘能是这大脚啊，给我来瓶酱油。这好厉害，很难呢。等于说你是咬到舌头吗？还是大脚啊？大脚话。大脚话。大脚啊。谢大脚一个谢大脚嘛。大脚啊。大脚啊。给我来瓶酱油。给我来瓶酱油。对。你为什么听起来像大舌头的样子？有多少都有那么一点。所以另外两位也是有设计特色吗？因为你看我们仨坐在这儿啊，我今天为什么特意穿这件比较鲜艳的衣服呢？因为在《乡村爱情》里头啊，比较有亮点的是他俩，我呢只能是在他俩之后。所以说能穿上衣服，大家看这谁穿这么新鲜呢？一看啊，他是谢广坤呐，也就是能借点光。他俩本身就都有特点，而我呢是挺平的。那时候我的头发呀是刮掉了，头全刮了，留点就中间都没了，两边还有点。因为现在头发也长出来了，我也不想说这个时候我再把它刮它，长得挺不容易。他说，但我的特点是什么呢？后来我一看他俩都这样呢，我们东北人讲话卖相我是卖不过他俩了。就是搞笑，那怎么办呢？我这语言比他俩多，话能说，我这说话总是不停。拍戏前也是，我说这个戏应该怎么的，这个戏咱那么的这么拍好，你看这么的也行，要不然我就这么的吧，你怎么的？你想怎么的？我这咔嚓就捣鼓，
后来我师傅也说你这怎么整？你这戏这么整，有些话都是废话，完了你这都剪不开呀，剪不了，剪了这句吧，那句就连上就不对了，连不上。后来我慢慢的最后也逐步的形成了，这就是广坤的特点，没事能说，遇到什么事那嘴不倒槽，这就是我。那个也很厉害，对啊，这个也厉害啊。他们假如说给他家排一场戏，有他姑娘，有他儿子，有他儿媳妇啥的，这5、6个人搁一起，谁也抢不上词儿，基本上抢不上。哎，你抢不上词儿，你插不上话吧？该到别人说话的时候，他把别人词儿都说了。对，别人插不上话，他把别人的词儿都能给你说上来，而且这说的还比较在理。啊，你是不是想说话？你想说什么话？是这个意思吧？我给你说出来，你不用说了。全是这个。那这样本来要说话那个演员不会生气吗？其实没有他俩说的那么严重。如果说别人的台词呢，真的让我去说了吧，那人家就不能拍了。是偶尔有时候他忘了，但是我一般情况下在这个现场，对，我在现场的时候嘛，我会把整场戏就是什么意思，我会记得很清楚。当你要真忘了，你不说了，我说你是不是要干什么呀？你想怎么地？那这样我就不用你说，我全明白。你不就是想今天不听我的话吗？你想要那么做吗？你跟我是不一样，我就把这话可以说出来，但是不是他俩说他俩坏啊？所以你是在帮那个演员。对，我直接就可以把他的话说出来，帮他补上啊。这个意思，对，他俩太坏了，你俩啊，那么说啊，你看你俩。所以刘老师，你那个抽脸，你有算过大概讲到第几句台词的时候要抽吗？不一定。他这个就是这个也是生活当中也有是真正有这样人，他越着急呢，就是可能他那越频繁，就挂不上档了。挂不上档就跟磕巴他是两码事儿，跟磕巴两码事儿。赵四儿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呢？就是我现在是刘晓光啊。我是扮演赵四儿那个人刘晓光，同样的衣服赵四儿一穿上，那当时就气质就不一样。这个就是稍微一回头就能看出来。同样的帽子，你看这两种概念，这没事我就这么走2步，你看不出怎么回事。赵四儿一穿衣服就这样式的。走。好厉害，好厉害哦！其实啊，说心里话，就是那个2位主持人，我让你让赵四儿给我坑一下子呀。什么？因为我演赵四儿那年，你说我才多大？我才32岁呀。才32。我演一个54岁老头子呀。从哪演完赵四儿那电视剧偶像剧就没有找我的了。都来给我坑一下子。他说他当时我以为他要说他18，他说他才32岁。可是你32岁怎么会长那样啊？我跟我师傅还说，我师傅才32啊！你听我师傅说啥？你32演他怎么演不了？我说我岁数太小，你可拉倒吧！你穿的衣服比我都老。我演完《乡村爱情》第2部，让很多网友还给我黑了呢。本山传媒没有演员了，怎么找这么个人呢？嘴一来的。所以一开始不受欢迎哦。不受欢迎啊，不接受啊，往底下还评论呢，互相圈呢，那就互相的艾特他一下，他俩还唠嗑了。是我也是，我一看他我就调台。所以小光老师刚开始被观众批评的时候，你有想要辞掉这个戏不演吗？我没想到辞掉但我自信心，我特别有自信。OK， 我就那个我就肯定我就想到了，我就说肯定有你们接受的那一天。很厉害，真的很厉害。好吧，来，谢谢。今天3位老师呢特别大方的让我们去拍了他们住的空间，在这个空间里面可以看到一些平常在《乡村爱情》这个戏里面大家看不到的部分。我们现在播放第1支影片。好久不见，你
还是老样子。你也还是老样子啊。肌肤白成一道光，让我一眼就能看见你。因为我有伏尔加灯泡膜，它能淡化色沉，使皮肤亮白通透，让我们不再错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小丽，欢迎咱们剧组到我家来参观啊。我师傅给我写的字儿，这是我那年上春晚的时候我写的。哇，生活习惯没事喝喝茶，拉拉二胡。完了玩点游戏啥的，那个什么，给我女儿整一整乐高了哈。先看看这屋吧，这是我儿子房间，这是我给我儿子写的《弟子规》，家训写在墙上。昨天和今天的拼这些。哇，你看这里就是这个很复杂，280了，那800多呢，现在差远了。我最近又整一个，整个火车。走吧，咱们上楼上吧。这个是我小时候唱戏的照片。小学我就8、9岁就上台了。哇，这是我爱人小时候，完了把我俩拼到一起了。这是我喝茶的地方。和我爱人经常喝茶，送完孩子回来了，我俩往这一坐，开喝聊天。因为从年轻时候到现在，就是挺有共同语言，有共同的爱好，有共同的事业。这是有朋友送我，学校老师送我们一家的5口人。这个是我演那个天气预报的寿星郎，看像不像？肖央老师的戏，好像。这是我一些乐器。王小丽真的会这么多乐器吗？看看这些乐器，二胡、扬琴、京胡全都弹奏得如此得心应手。哇，不愧是刘能，无所不能。这是我女儿的球杆。台球。她基本上每天，一个礼拜有4天吧，4天能练球。这是我女儿练球，我也爱打，是吧？给绣一个啊。这是一个，把这个不能割啊！啊！哇哦！行吗？行。哇，王老师，你真的太有才华了吧？听说他是整个演艺圈打台球打得最好的一位。你还得过国际比赛的奖项，是不是？我得过几个奖杯，但是小比赛，还是不是业余爱好，就是爱打。可是你女儿现在是当成职业在训练吗？我平常也教她，但是我给她找个教练，让她走职业。你想要让她走职业台球？对。所以你平常窝在家里的时候，除了泡茶就是拼乐高吗？对，偶尔就给孩子陪他玩一玩，完了之后就爱打球、喝茶、拉二胡，然后还会跟你的爱人一起喝茶聊天。对，感觉你们俩很相爱哎。我们俩挺好，还行。没事，俩人还喝点小红酒，还会喝点小红酒。喝点小红酒，完了我俩喝啤酒，一家他有1瓶，我有1瓶，基本上也都到量了。他爱人呢，就是《乡村爱情》里头演我闺女那个。你们结婚几年了？结婚20多年了呗。还可以这样？所以跟他还是很有话聊吗？因为我们从小在一起唱戏呀，就是有聊不完的嗑。就一天我们都是这样，因为我们都是2口子，都是唱戏的。
所以另外2位的另一半也都是搭档吗？都是。所以搭档就很容易爱上对方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他这个有原因的。我们叫东北的2人转。说2人转自然而然形成是什么呢？只要俩人能在一起的，唱的也合手了，心情也对劲儿了，俩人就成为了一家人。这样是俩人出去以后都是在一起。所以说，无论是唱戏的默契和在生活当中的那种方便条件，大家都给了，所以说形成了2个人就是这样的。那可是如果那天夫妻吵架了上台怎么办？哎呀。我们有一句话，就是说爹死娘亡，必须把戏都得唱好，何况是夫妻吵架，因为下边还有很多的观众，大家第一说小气一点，人家买票了，说大了一点，你这种不负责任，你算个什么艺人？所以说我们不管怎么吵架，戏一定要唱好，下来咱们再说。所以吵架上去演完了之后，会不会因此就和好了？就忘了刚刚吵架的事？其实吵架说实话也没什么大矛盾，因为天天在一起，都是那些鸡毛蒜皮的一点小事儿，可能有一方时间长让一让，也就拉倒就过去了。东北人讲，你跟自己家媳妇争来争去，你争大小有什么用？哎，咱们一让，哎，一会儿哄一哄，那这事儿可以就过去了，就拉倒了。就东北男人好哎，还行。去演完乡村爱情要继续留在东北发展。可是是谁很浪漫的？就是吵完架，然后还在放了个巧克力还是什么的？是小丽老师吗？啊，我啊。所以那次是吵多凶，值得你做这个事？我俩呀，正赶上，结婚纪念日啊，也不是是好像是结婚纪念日吧？这个也是因为这个家庭方面的事儿或者是什么，完了吵得挺凶的，完了后来我说这个不行啊，给媳妇惹生气了，得哄一哄啊，这马上要上班了，开戏，晚上要演出吗？完了我就提前去了，提前打车走的，完了买个鲜花，买个巧克力啥的，放他那个衣箱，他化完妆得穿彩衣嘛，我就放那个衣箱里头了。完了他一掀起来一看，哇，有人送花啊！完了，当时就给他感动的挺热泪盈眶，完了自然而然就好了。但是我还送反了，送那个巧克力是女士给男士买的吧，还是男士给女士买？反正我这买反了。这个本来想浪漫一下，这一下浪的太慢了，你知道。我觉得有送礼，不管送什么都 OK 啦，都开心啊，心意到了就好了。对啊，听说徐熙娣你的表情包在网上，当然我知道是女王级的表情包，就是大家都非常爱用。我也有很多表情包。他们知道啊，不用这样子。好，可是呢，这3位他们的表情包最近也非常的受欢迎。我们看一下有哪些经典的表情。啊，这个是王小利老师的，不听你解释。S， 这2个你不行。我可以。你可以？你要选哪个？不听你解释。你要不听你解释吗？直接来。1、2、3。不像，你去他旁边跟他一起做。不像吗？诀窍是什么？鼻孔要撑大，是不是？啊，在那儿。预备起。像不像？我觉得他比较可爱，你比较凶哎。哎，你得把那话说出来，不听你解释，不听你。哦，这就是你那个字，要把你字叫出来。预备起，不听你。好，有。好，我觉得你们2个 double 表情包可能会开始流行。好，看看下一个唐老师啊。哎呀，太吓人！这就我，你看跟我现在能比吗？你说？你现在真的很帅呀，比起来。后来他把这个拿酒这个给起个名叫火云邪神，对，很像火云邪神。这太难了吧？不行，2年不行吗？人间不值得是很值得挑战，可是要有人帮我吹头发啊。不行，你可以啊。像吗？我觉得美女不太适合做这件事，所以说我说呀，
真的很了不起。对，这种状态直接就进入，那不是谁都能做到的。多说几句，多说几句。你平常不是很爱说话吗？我平常爱说，我今天我怕我话太多把你们都淹了。没有，你要夸我的时候，你可以多说几句。我夸几句啊！我说这不是夸，因为我刚才讲了，真不是夸。说实话，一个女演员，刚才小丽也说了，能这么快的进入这种状态，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演员。所以说刚才说要演乡村爱情，一点问题没有。不管你到乡村爱情演什么角色，你可以不演农村人，但是你可以来一个城里的人，到这来跟我们有直接什么关系？不然他老四也说了吗？说我到城里是偶遇也好，什么也好，把你带回来了，知道进入我们的乡村爱情，到我们村里头以后，我们大家一看来了个人，长得很漂亮，够了，啊，行了，我怕你撅过去。啊，你先不用回来，你要去小光老师那边啊，我看看小光这。哎呀妈，这有点像我呢，老四，你发现没？这个问号是最经典的吗？非常经典。问号好不好？问号。好，1、2、3，来。哎，输了，徐弟，你看他的表情，你看他的表情。这样，问号吗？问号。很浅呢，你很浅呢。嗯，就是说你没有很用力，可是却很问号哎。对。他要有一种茫然的眼神。懵了。很浅，你这深呐。我刚刚那个有吗？有，你是另外一种，你是烦恼居多啊。可是还是很棒啊！谢谢3位老师帮忙。好像演那个人世沧桑的表情，你还太美艳了一点。对，我太美艳了，可是我已经尽量做了。有，我看到了，还是把这一块留给他们好了。而且他们都很传神，而且他们是很轻松就做出那个表情，对，没有在用力。所以当初选演员的时候，师傅是选样子还是选口头的能力？当时选演员可能是也得看看你的能力，看看你的适不适合这个角色。所以你们3位当中有一位当初得到这个角色的时候，好像本来是别人演的，是不是？嗯，对，然后还画了很多画像去找那个角色的造型，应该要，是王老师吗？所以你那个角色本来是另外一位范伟老师啊，因为最早写剧本就按照范伟老师写的，他演刘能的角色，完了我师傅演那个长棍儿，他们是这么设计的，后来偶尔他们演不了了，没有时间了，临时落在我的身上。哦，所以你找了很多画像去揣摩这个角色的样子。对，我找了一个我们那个咱那美术就赵老师吧，对，老赵，给我画了10多张，这个刘能这个形象，哪个我看到的哪个能好玩一些，适合这个人物，选了一些，挺好。所以最后就是这样子。对，这样子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头发是剃掉的就这个样子。所以你本来头发是茂盛的吗？我比他多了。谁呀？我现在不比你多了吗？我现在留下来很茂盛的。你是为了拍戏只好一直都刮光啊？现在已经习惯2天不刮就很不舒服，就觉得刮完之后，哎呀，这个精神马上就上来了。所以你们都称呼唐老师为3哥、师哥吧，3哥。对。所以你们一般相处的时候，师兄弟的这个辈分很在意吗？我个人来讲，我第一又很在意，又不在意。这句话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在意呢，就是师兄弟就是师兄弟，有个称呼是对的。其实我平常我并不在意，我不在意的，我觉得是，其实称呼是假，感情是真。如果师兄弟也好，就包括亲哥们也好，父子爷们也好，其实都是在相处。相处的时候，我们交心嘛，交人交心，交花交根嘛，对吧？那我们相处的时候，大家都能处得来，彼此能交心的，我们会成为真正的好朋友，真正的生死弟兄、好哥们儿，这才是真的。所以说，其他别的没有那么，我觉得都是。所以你并不在乎他们俩有没有特别尊敬你？他俩尊不尊重我呢？是这样，我心里是最清楚。所以说，人和人之间，我从来都这么讲，说你要跟人相处的时候，你就有什么事有什么说什么，直来直去。因为你要把你自己看得你很聪明，那你一定是个傻子，因为对方都很聪明。所以说我们有什么说什么，该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我有事找你，我就求他力量，我这有事帮3哥一下。
对吧？他就是这样。哎，如果说有什么事，小丽说，哎，行，三哥，这事那没事，我能做得来。所以你觉得他们俩谁比较尊重你？他俩尊重我是一样的，都尊重，都尊重。你还不，你有打断他，我已经很尊重你了啊。但这个吧，为什么被他抢回去了？因为我们呐，毕竟没有光我们是老人儿。因为我们的师兄弟还有很多小年轻的，就说白了，还有的比我们辈分都小，我们跟他父亲是一辈的。但因为进到这里来了，你就得随着师傅都叫个小师弟。所以说我们之间跟一堆老人啊，因为年龄的关系嘛，可能我们走的会要稍微近一点。了解，这是真的，不赶快看 VCR。下期影片我们看唐老师的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唐建军。因为大家可能看到现在我这个形象啊，跟戏里的谢广坤有点不太像。头10多年前呢，大家就认为我是一个老头，实际我不算老，还行啊。其实我这个生活很简单，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那种，说是人家有各种爱好啊，没有。我的爱好就愿意看电视，看电视也是学习嘛。大家可以进来看一看啊，我的卧室，这叫仓库。说这个屋啊为什么要乱？因为我马上呢就要搬进新房了，要搬新家，说白了叫新居。在这之前都是提前收拾一下，你看看这屋造的像小仓库似的。所以说呢，这得给你解释一下，别人大家说这谢广坤家怎么造这样呢？其实不是，我挺利索的，真的，我挺爱卫生的，还行。其实说实话，你看我这衣柜里头也没什么好衣服，但是我的颜色你要知道，基本上都是黑色。说为什么是黑色呢？第一是喜欢，第二个呢，你像我呀，本身说实话，在男人堆里啊，我也算个半拉残废一个人，个矮，再胖一点，肚子还有点大。穿上黑色的以后啊，就显得自己还能苗条一点。所以说我的衣服基本上都是黑色的。我还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大家看到我这酒啊，我这是人参。哇！另外里边呢还有点这个小灵芝什么的，有时候还能喝点，而且呢还挺能喝的，得这么说。但这酒喝起来是确实是好啊，这个因为消炎镇痛，这个舒筋活血。药酒。大家看到我柜里也有一些书，看到吧？我这些都是老书，什么都有啊。这些东西啥都有，我这都是在书摊上买的啊。中华上下5000年。还有这个呀，过去东北人讲花生大枣，这要是结婚前就能用上。叫早生贵子，就是这么个意思。早生贵子。当然，咱们这么大岁数就不是早生贵子了。大家看我这个，还有这个书，给女儿买的这些书，我也让她看一看。我的想法，管理孩子跟别人可能也不一样。我第一呢，一定要放松她，包括我给她看的书也是，我给你买来了，你可看可不看，你愿意看看你就看看。我只讲看的书有好处，说你要不喜欢就算了。生活当中呢，其实来讲，有时候呢，多有点爱好也行，因为我的爱好也不多。但是呢，我没事啊，也愿意偶尔的就写个字啥的，反正也不常写。我给你们整两下看看啊。这不是圣旨才用的字。一帆风顺，领兵一下也有点紧张哈，没太写好。哇！哇，厉害哦，一挥而就哎。这算是很好看的字吧？没有，我得解释一下啊。像小光刚才写的字，包括小丽写的字，他们都是书法。就是说不能说写的怎么好，但是他们都是书法中人家写的是那种字，而我写这个字是什么呢？我这不能叫书法，我这给自己起的名叫江湖字。就是我自己就是随心所欲，我也没有什么章法，没有功底，我就想起了一种爱好，没事我就划拉一下我就写，所以说我这是江湖字，要不然我这玩意儿当时书法，那这就以后就没有书法了，就完了。
所以如果人家拜托你写，你都会写给人家吗？但是如果要喜欢的话可以，但是吧，我也轻易的不给人家，因为他怕丢磕碜。所以你们3位有觉得谁的字最好看吗？我不跟他俩比了，他俩是各有千秋。我们都是爱好，就是这种受我老师的熏染吧，熏陶，没事写写，练一练自己，因为我们都没有什么文化，完了，一步一步能走到现在，就再往上走很吃力，也有这个意识说，把自己再充实一下，充电，学一学啊，这个都有这方面想法，但是都不是说你别拿出书法呀，或者是啥，那都不挨边儿，这谦虚话。唐老师刚才选的那些书，很多是跟女儿教小孩有关系的。因为唐老师，你刚刚有一段话很矛盾，你说你对你的女儿就是觉得尽量放松她。对，其实刚才我听到那句话了，我给你买了，你看就看，不看就拉倒。其实下边还有话，后来那可能给剪掉了，那是。你后面说了什么？我当时是这么讲，就是说孩子呢，你要给一个良好的教育，每一个家长都会要这么做，这是肯定了。但是我说我的方式跟他们不同在哪儿呢？我第一要让他放松。说现在这个孩子上学是很紧张的，他没有玩的时候，他童年那个时代就这么都度过去了。当他童年的时代过去，到大了还在念书，20多岁以后，当你考上大学毕业了，你才能走向工作。所以说，在他童年的时候，一直没享受到他应该享受的东西。所以说，我要放松他。你干嘛非得把孩子不学就不学，这个死记硬背这个背，他背起来了，他也不行，他就跟演员演戏一样。他说我就是科学家，让谁是种地，他就让农民吧。我已经忘了我刚才问你什么了。我刚刚只是随便问了一题，你怎么可以讲那么久？他本来还愿意换气，后来看到我们两个不行了，他连气都不换了。不是，但是我说的就是这回你知道他这片嘴了吧？我的妈呀！我刚才到底问什么？我知道说你讲话矛盾，你一直强调说你要放松他。你要再问一次。没有，我总结就是他一直说要放松女儿，结果买了一大堆什么哈佛如何培养出哈佛。他就说了，随便他看不看嘛，他买了再说啊。所以如果你是他女儿，你看到爸爸的心意，可是你可能懒得理他，就这样。所以你在家会这样骚扰你的女儿吗？我轻易不，就是我会跟她说话是什么呢？我跟我女儿说，我跟我女儿讲话的时候，就是告诉她说这事儿你应该怎么做。我简单的，你简单的，因为我知道跟他沟通，小孩子你说多了没有用，他会听不进去的。你觉得你讲得很明白，他不会听进去。所以说简单的给他抛弃开，说这事你应该做，举个例。刘老师有小孩吗？刘老师有小孩吗？有。然后你也是花很多时间陪他们吗？我没有。没有陪他们。对，我现在就是最亏欠的就是他们，孩子，还有老妈，因为我常年在外头演出，哪都去，一年四季的，可能就30那天晚上能在家待一天一整天，剩下就是没有在家的时候。所以小孩会跟你很不亲吗？也亲，我们也总打电话，就是我从来没送过孩子上学，他学校在哪我都不知道。所以这件事情，你觉得知道学校在哪很重要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也不是我们呢，就是做艺术的吧，一年四季，反正得咋说呢，在这里头真的对他们的陪伴不够，真的是不够。我只有把我的作品演好，把戏演好，对我来说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回报。那他们有没有真的跟你抱怨过说，爸爸，我们很希望你多待在家里？经常抱怨，但是没有办法。其实这么多年，刘老根大舞台这么多年，我都没请过假，15年一天假都没请过。别说我给我1天假，这话我都没说过。但我做到了。好厉害哦。10几年都不请假。所以是每一天都要登台吗？对，如果不让我上舞台演戏，我觉得今天过的就是难受，浑身难受。所以你跟他们2位不一样，你没有想要窝在家里面喝茶啊，弄药酒啊什么的，就是不一样。我没有想过，因为他们实际上年龄可能都要比我偏大一点。OK，实际我长得是着急。对，因为我看不出来你到底几岁。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。
就是说这意思啥呢？就是二人转演员走到今天很是不容易，谁也没想到我们能出这么大名。但是现在，走到今天，可以说也没什么遗憾。唯一的遗憾就是太少陪家人。没错，没错。小光老师的生活空间呢，就跟他的剧场表演很有关系。我们来看影片。来，我带你们上我的临时住所啊，临时的。来，进来。这是我的临时休息的地方。好简单哦。你看，看一看。哎，这是我的背，多少黑点，但是我洗的也勤。这个背是跟随我到处走的背。这个屋呢，就是我经常写字的地方，像那个我的笔墨纸砚呢，这是必须得必备的。方便面这是必备的。很多的观众吧，一直很想知道一件事，就四哥不排戏的时候、不演戏的时候都在干嘛呢？请看第一步，我呢平时呢，因为看书呢，现在时代不一样了，互联网的时代、电子的时代，我觉得这个。这句话在科学上的印证是，平均来讲，一个孩子在3岁时听书、听课。这就是已经发育完成了这面85%写的字儿，听不懂。3岁绝对是脑部发育的黄金期。在进一步的研究中，科学家发现，如果2个孩子在3岁时掌握的词汇量非常悬殊，比如一个是1000字，另一个是500字，那么6年后，前者比后者在各个方面的表现都要有。哇，感觉要有大事，好慎重哦。好厉害，厉害！天有三宝，日月星；地有三宝，水火风；人有三宝，精气神。刘晓光，耶！其实他们3位都有演别的戏啊。对。很多电影会找你们演的时候，就会希望给你们不一样的角色吧？演过。他俩也都演过，我们都尝试过别的人物。你真的有演过帅的人吗？那个，我觉得那个就挺帅了，就是对我来说，就是小武当官，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？哦，这是还蛮正气的这个。是啊，看不出来是同一位演员啊。其实这个里头就是2个人物。农民和县长都是我自己演的。对，对我们演员来说，这个剧本，这个作品可遇不可求。是。可是刘老师，你是不是曾经要演一个戏就临时被换角？没错，临时被换掉了。当年是要讲吗？这段不能讲吗？一个不是讲可以，我怕你困。很长，是会比唐老师令人困吗？长话短说，就10多年前了，定的是我演黄渤那角色。到那去了，我看看剧本，我也看着导演了。看完之后，他就把角色给我换了，让我演警察。我直接把剧本交下来，我说剧本给你，我说我回东北了，给我买票回去。我说最起码的，你让我演一下子，如果我演一下要不行的话，你换人我认可呀。还没等演呢，你给我把人换了，完了，我说这个不干了，你说你愿意找谁演你找谁演吧。回来让我师傅还给我呲了呢，给我好顿说呀，用这是。那导演那是多大导演呢？这你完你撂下就不排了。所以你是有点生气，对不对？连演都不让你演，就直接把你换角。对他没等演呢，剧本我都看完了，也自己也吃透了，也明白了，但是他没让我演。回来我才演的《乡村爱情》第2部。
不同的发展啊，就没有演到那个就演这个也很好。对啊，你看我没睡吧？但他睡了。大家都非常盼望《乡村爱情》的新的一季的来临。好消息就是很快就会为大家播出了，所以到时候大家在《乡村爱情》新的戏里面可以看到他们3位非常精彩的演技。好，麻烦你打开我们的伏尔加花花柜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打开伏尔加花花柜吧。哇，所以我们有小光老师的书法，还有那个球棒哎，这个是我经常用的啊，特别好使，发力特别透。可是你因为你跟你太太吵架，就是因为你打球打太晚，对不对？不，偶尔。最近有点那什么，说我回来比较晚了。他是不是规定你11点半一定要回家？啊，对，11点半之前必须回来，也挺累。嗯。其实你要是健康锻炼身体，正好11点半之后，你就别超过12点都可以。所以你非常认可你老婆的规定的时间。她说的对，我都认可。像我们这个年龄段以后，就基本上你要别超12点还是可以的。你偶尔的超没有问题，你要天天这样就不行，绝对是对身体是真不好，确实。没了吗？没了，不能再说。怎么这次这么短呢？你成功的用眼神让他知道结束的时间了，厉害。我们今天花花万物呢，这么难得邀请到他们3位明星，而且我相信啊，温度是完全如同大家所期待的，他们带给这个大家所有观众这么多年来的温度都这么高温，就是很多的温暖，很多的能量，所以我们最后看到他们3位所得到的温度是，OK， 星辰，麻烦你用伏尔加修复车把我们3位贵宾的东西带到台上来吧。好。我们的3位嘉宾会从伏尔加修复车上选择部分的物品做公益使用。另外，伏尔加修复实验室会给大家介绍一些物品相关的修复技能，通过修复让更多的物品变得更有温度。所以这些是你们愿意捐出来的？球杆我觉得很厉害啊，然后小光老师的书法值得收藏，是善德福龙。然后这个药酒是可以放多久啊？这个我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，可以吗？不行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这个什么呢？第一，有精神上的享受；第二，物质上的享受。那么我这个呢，你看叫百科啊，这是这个美食，所以人吃的要健康，喝的要健康。当你身体健康了，你才会所有的事情你才有想法，才能去做，才能去完成。所以说健康是非常重要。那想说的意思就是我的东西特别重要。哎，小光老师拿一个卡，然后请你写一句祝福的话给你所捐赠的东西的新的主人。好的，这一张是小光老师的，唐老师的写好了。好，唐建军老师的是健康快乐，王小丽老师的梅香来自苦寒来，希望收到的人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心意。好，今天非常难得，他们3位光临我们节目，大家听了很多有趣的故事，然后球杆、书籍、酒以及书法，希望带给大家他们真心的祝福。谢谢3位，谢谢3位，拜拜。好，我们下一次见，拜拜。